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许志杰委员、洪汉廷议员、陈凤清小姐、陈以迅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游淑慧议员。好，那么这个以色列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啊。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说呢，这个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大举进攻加萨，而且用这个钻地弹，钻到地里面的弹，摧毁哈马斯的地道网啊，因为哈马斯就500公里的这个地下通道啊，都把你给毁了啊。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军人在加萨升起以色列国旗，哦，他们2005年那个时候已经占领加萨，后来撤出，然后呢，现在又回去了啊，然后呢，国旗又升起来了啊。只是攻击一天，大部分北部的大片土地都被他占领了，啊，我看根本就没有什么抵抗了啊。那所以他之前有讲说，北部都给我往南部移，哦，他一共大概220万人，北部110万，通通移到南部去，我要炸北部啊，先炸，然后再占有，再攻击，再占领啊。那伊朗说你这样搞可能会迫使所有人都行动，我们不能看到我们阿拉伯兄弟被你们这样整啊，哦，所以呢有可能会行动啊。那美国的新的众议长叫江省放话，这个礼拜就会给以色列专款来援助他。本来拜登是希望那个包裹乌克兰跟台湾，他说不要提乌克兰、台湾，因为他们不想援助乌克兰。对，哦，所以呢，他们就不要提，我们就光以色列就够了，我们就会支援他啊。现在加沙已经超过8000人上升，我想呢，这个受伤的起码2万人以上了啊。那白宫说，以色列有义务区别恐怖分子跟平民，现在根本不区别了，因为以色列很简单嘛，这个恐怖分子哈马斯可能也跟平民绑在一起，啊，平民哈马斯化妆成平民，我怎么知道谁是平民，谁是恐怖分子？通通炸哦。那马斯克说，要向加沙走廊提供星链服务了，因为现在等于是根本没有通讯了。以色列对这个还不高兴，还抗议哦。那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了，说以色列你这样救援延宕恐怕犯罪了。你加沙要去救援，你不救援，光去炸你可能犯罪啊！将来到时候呢，国际可能会追究你国际法庭我们先看打仗的情况。流星般的光点从天坠落，地平线上立刻出现熊熊大火。以色列宣称，过去24小时在针对加沙境内哈马斯据点发动450次空袭，当中被炸的还包括这项发现。The IDF says that they found and discovered an underground tunnel that Hamas was using close to that one of the principal border crosses in and out of Gaza. 哈马斯也表示，旗下战士震撼以色列部队在加萨西北部激战，甚至发射火箭炮击中敌人装甲车。但以色列军队攻势难挡，甚至传出已经控制一大片加萨北部地区，还有网络影片流传，有士兵在当地民宅升起以色列国旗。אנחנו מרחיבים בהדרגה את הפעילות הקרקעית ואת היקף הכוחות שלנו ברצועת עזה. הפעילות מהקרקע מורכבת וכוללת סיכונים גם לכוחותינו. 到边境视察军队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战时内阁这几天都在强调，对哈马斯的作战已经到新阶段。专家分析，接下来以色列军事行动扩大的速度预计会比以往更快，而这意味着留给民众撤离时间恐怕已不多。היום אנחנו מדגישים, זוהי קריאה דחופה. 以军持续呼吁民众快逃。随着部队进军加萨，以色列参谋总长也表示，目前有几十辆战车正配合步兵与战斗工兵，开始在加萨稳定部署防线。来，这个凤清怎么看？我们先看在上个礼拜五，联合国呢有一个大会的决议案。那这个决议案就跟安理会不一样没有否决权，但是它要通过任何的议案，必须要有2/3的投票支持，那个案子才能够过。那么投票的结果呢是121票，我们当然可以讲120，也可以讲121，因为最后伊拉克呢，他说我不是投弃权，我其实是投赞成，所以如果把伊拉克加进来的话呢，是121票赞成，14票反对，只有14票，包括了美国、以色列，那么14票反对，那弃权的44票，哈。那你去仔细去分析这里面的内容，你会发现说，美国因为紧紧的跟以色列，或者我们是说以色列彻底的得罪了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好，不只是那2/3，而是当你看完了那14个国家的名单之后，你就会发现，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跟美国站在一起。这14个国家美国跟以色列之外，在欧洲4个国家，就是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埃西亚。
一方面他们的经济分量相对比较小，二方面其实都是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曾经有协助纳粹然后迫害犹太人的原罪。好，所以扣除掉这4个国家，你要知道英国、德国、荷兰都是投弃权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甚至于是投赞成票，就赞成你以色列立即停火哈。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在西方国家，包括了加拿大，他都不敢去投赞成，都不敢去投反对票，他投的也是弃权票。那扣除掉了这个欧洲的这4个相对来讲经济规模比较小的国家，然后中南美洲瓜地马拉还有巴拉圭，刚好就是我们的2个邦交国，剩下的全部都是南太平洋的岛国，这个密克罗尼西亚啦、诺鲁啦、马绍尔群岛啦，然后斐济啦，好，这一些国家。那我不是说这些国家他们就太小，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也好，外交实力也好，政治实力也好，整个加总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西方大分裂，我刚刚提到了德国，他也投弃权；英国、加拿大都投弃权；澳洲、日本、韩国都投弃权。但投赞成票也是所在多有哦，就是支持阿拉伯世界所提出来的这个提案，加萨走廊的这一些相关的残忍的行为必须立刻停止的，里面包括了像是这个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士、挪威、爱尔兰、比利时、斯洛维尼亚，还有五眼联盟当中的纽西兰。在亚洲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是站队在美国跟以色列这一边的。那东南亚国家当中，只有一个菲律宾投了弃权票，剩下全部投的是赞成票。其实你把那个范围这样一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美国这一次为了硬挺以色列，而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报复行动已经弄到天怒人怨，使得美国自己本身也众叛亲离。那周末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熟悉 Twitter 的使用的话哦，你会发现 Twitter 一整片的就是各地的抗议潮，英国75000人，连日本都有人上街头，法国不准挺巴勒斯坦的人上街头，照样上街头。德国就每一个地方，就连纽约的中央车站都被反对以色列此刻政府作为的犹太人团体所占领。就我是犹太人，但我不挺以色列现在的政府的这个作为，我要求以色列要结束他对于加萨走廊的残忍行为。当然，这一切能不能阻止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的入侵？不能。以色列已经摆明了，我们的军事行动是不会结束的。过去他的经历当中，他也曾经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所以他一点都不在乎联合国的决议。但是美国在乎，所以美国为什么突然开口说以色列啊，你要区分啊，平民啊跟这个哈马斯，因为他受不了现在这个国际压力。但是以色列入侵加萨走廊，除了造成更大的伤亡之外，他自己是不是能够讨得了好？他现在那个钻地弹是他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他攻打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所控制的地区，然后吃了大亏。那时候其实黎巴嫩的真主党地区就是弯弯曲曲的各种地下道，让以色列吃了大亏。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发明了那个就是更进一步研究这个钻地弹。但是我认为，按照现在哈马斯在地道上面所做的准备，以色列这一个行动可能会让他除了变得更残忍之外，然后让全世界更反感之外，他不一定讨得了便宜。好吧，那到底星链计划是怎么样啊？他们现在到底通讯状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空袭过后，加萨医院走廊满是飞扬尘土，妇女抱着孩子，捂着鼻子，惊恐逃离。加萨又一家医院被轰炸，地点是北部这家圣城医院。民众在瓦砾堆中不断搜索，以色列空袭火力升级，加萨通讯一度几乎中断，平民被逼到绝境。没有通讯，无线电无法用，更为救人行动增添难度。与此同时，白宫也出声呼吁以色列小心行事。To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amas, who does not represent the Palestinian. 人道危机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说要在加萨开通星链服务，这会惹怒以色列。Furious reaction from the Israeli communications minister. Hamas will use it for terrorist activities.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We know it, and Musk knows it. Hamas is ISIS. 以色列表示用一切手段阻止星链在加萨开通。马斯克也有最新回应。He's not naive. He says that no Starlink terminal to date has actually attempted to log on, is used only by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itarian groups. 马斯克承诺星链只会为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服务。来，这个陈委员宜讯，我想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的行动的确引起了许多的反弹那刚才凤馨姐所讲的，其实在美国内部也已经有这种强烈检讨的声浪尤其现在本来大家都是聚焦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上面。那美国的立场上面是在人道立场上面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侵略，但是呢，现在在针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军事冲突，那在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似乎又变成以色列现在在加萨走廊的一些轰炸已经变成是很多是无差别的一个状态，反而在这种人道原则上面使得很多美国人觉得有所抵触，所以美国国会议员也严格的在批判他们自己。他说，美国现在已经没有 credibility 了，你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上面以人道的立场在支持乌克兰，但是在加萨走廊遭到轰炸的这样的一些状况上面似乎又力挺以色列，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当然内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现在我在观察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延续到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这两个部分它可以说是交叠在一起了。现在，所以它彼此之间可以说是相互有所影响，让这个局势可以说是乱上加乱越趋复杂。而在这个背后，本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当中西方世界一直都很担心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可能的一个援助那现在在这个以巴的冲突当中，又看到他们也很担心，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角色在这当中会不会去凸显那在这当中又有很多阿拉伯国家就连乌克兰自己也面临到这种矛盾。本来乌克兰在跟俄罗斯的对抗当中，他也要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结果现在他支持以色列了以后那很多阿拉伯国家对乌克兰在这次的投票，乌克兰也投了弃权。对，就是对乌克兰，他也很矛盾所以他也很两难。那这种状况其实对台湾其实是有外部性的。怎么样说？就是说，在不管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冲突当中，中国大陆的角色，到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当中美国跟中国大陆，它似乎更需要中国大陆在这些上面对美国立场上不能够相违甚至是为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之后马上 AIT 理事主席就来台湾了。他本来平常没有那么常来的，结果没想到今年来了2-3次，而且是不预期之马上跑来。那跑来之后，我们看新闻，他就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两岸和平反台独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可以很显见，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然后之后以色列巴勒斯坦军事冲突之后，美国到现在已经抓襟见肘，而他现在最担心的其实是台海之间要发生第3个战场出来。那所以他现在马上要来压制这第3个战场的可能出现，而且他现在跟中国的这个角色，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角色愈发敏感跟这个特殊他在乌克兰的事情上面，他跟北京有一个态度，希望他不要按住俄罗斯。他在以巴的冲突当中，他也希望这个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可是他在台湾的议题上面，他跟北京的立场又完全的不同。那这同一个国安团队，你叫他怎么样精神分裂，分成3种态度来面对北京？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抓襟见肘然后顾得了东墙，顾不了西墙。这也一发显示出我们这一次两岸之间在这个台海的这个局势维持上面这次选举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徐教授回来。好，那么义务役要不要上战场？赖清德说不用，义务役你们放心，我们虽然把你们从4个月变1年，不必上战场，你们不守一些海防什么，这而已了。但是呢，邱国正说，
哪有这种事情？部队员要保持弹性啊。那正规军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志愿役不够的时候，义务役就上啊，不补还是怎样？义务役打完了，后备部队也要上啊，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你看看乌克兰打成什么样子。人家有问泽伦斯基啊，说大家都警告你俄罗斯会打，你为什么不宣布啊？为什么跟大家说不会啊？所以说我当然说不会啊，我一说会，大家都跑光光了。所以一旦开弹，16岁到60岁通通不能出境，所以那个难民都是老弱妇孺，16到60岁男子通通给我留在乌克兰去上战场，对不对？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哪有什么前方后方哦？而且陈建仁也讲了，说没有前方后方，无前线后备之分，本来就是嘛。台湾2/3是山呐、一打上来以后，那个腹地那么小，对不对？你躲到哪里去啊？躲到山上打游击啊？哦，好，那所以呢，这个到底前线不前线，我们看怎么讲。在这个义务役的多数quân人，他有些的确有意愿啊，有的小朋友他都有意愿啊，但我们要看你战场的符合，经过建设都合格，他可以到我的战斗部队啊等等。台湾防卫作战枪炮电筒不要想，你想的话，处处是战争，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来，志杰兄怎么看？前方后方，义务役什么志愿役？我想作战哈，其实如果是一开始最激烈的战争的地方，我们把它定为一线作战啊。那就是说有一些可能还会就是假设敌方还没打我们啊，那这个部分有可能也会被攻击的时候，我们把它定为一线、二线哈。也就是说，今天在一线的那个战场就是主战部队嘛。啊，那赖清德其实他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有所谓主战部队跟守卫部队，还有民防系统。那主战部队我们把它定为一线啊，然后守备定为二线，民防定为3线。那也就是在一线作战的时候，当然就是以那个志愿役为主。那义务役除非是你有专长有意愿啊，才会列入一线，否则你不会列入一线。好，那就是说，当然守备部队是2线啊。那如果战场坦白讲，你没有办法控制乌克兰或者是以色列，万一啦哈，万一真的是发生战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中国只规定打你哪个地方，万一他打到医院，万一他打到哪里，你很难去分说哪里就是一定是直接的一线。当然你说假设你打到医院，像以色列啊那个加沙走廊那边，你打到医院了啊，乌克兰你打到医院了，那你能说啊这里不是一线吗？那我是民防系统，我不参加一线；我是守备系统，我不参加一线。所以基本上他讲的就是说，我的一线作战，他不会分配你到陆海空去战，是说在一线的战区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线战区就是以这里写的以义务役跟志愿役的话是专长跟意愿为主，不会派你去那个地方。好，那2线的就是守备部队跟民防系统是2线、3线。啊，那当然是战争战况而定嘛。如果万一打过来，万一打到任何一个地方，好，当然我们相信那个不会了。但是如果万一，那当然你不能说那一定是你志愿役义务役一定不会去动到，或者是民防系统一定不会去动到，一定是大家一起会全民国防嘛。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而不是说你保证都不用去动到。那永平。其实啊，陈建仁讲的是大实话啦。台湾这么小，你到底要怎么样分这个前线跟后备？好，那特别刚才许志杰委员花了好多的力气跟大家解释。可是事实上，战争啊，真的，一旦发生，操控在我们吗？对啊，他到时候像你现在大家为什么这一次看到这个？以哈战事对台湾的民众的心理的震撼呢，远超过俄乌战争。因为第一个，你就看到说加沙走廊那么小，它只是跟台湾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海岛，可是呢，它一样3面都被包围的地方，大家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对方又用这么大的优势，整个那个炮弹像
雨点一样洒落的时候，你在那么一个小的加萨走廊，你哪里是安全的，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背啊？你就全部都被炸光光了。台湾这么小的岛就是这个情况啊，就是你如果一旦让它战争发生，而并没有很强势的在很初期的阶段立刻介入停火去调解呢，台湾就是这种悲惨的状况啊！我实在要必须说因为最近选举也越来越热，剩70几天我因为自己这次没有选，我其实没有像几位要选的候选人那么走基层，可是连我去参加地方的那种党员基层座谈会我发现都不用谈，也不用有人去诉求说什么，大家再去喊口号说这次选举是什么战争与和平选的，每个人每一个自己站起来讲话的路人甲乙丙全部都在讲以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加萨走廊的时候，才终于理解到说，以后台湾除了真的发生战争，我们除了跳海没有地方可逃，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真的讲了我们今天怎么样谴责以色列，怎么样的问题，你用如何的各方面呢？其实解决不了战争的这个是一个它很恐怖的逻辑，它一旦推动的下去呢，当它有一个战争的目标的时候呢，你那种背后的理性，你看这次连美国都拉不住它，对不对？当然美国也有很犹太人金主的很多问题，他也不一定那么想拉。可是当美国发现说，国际的风向不对，我要拉住你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拉不住了。那台湾现在，我再讲一句，昨天呢，一个这个民众直接跟我们站起来拿麦克风讲，他讲的最好，他说。民进党如果不是决定要打仗，他说兵役干嘛要延长？他说以为我们老百姓是傻瓜吗？如果要打仗，兵役才会延长1年啊！如果你不要打仗，如果你民进党真的觉得和平还是你重视的价值，那你就维持4个月。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是这样，我们当然不希望打仗啊，我们当然要和平啊。那你今天手无寸铁，你今天什么都不准备。然后万一敌人可以吞得下你的时候，难道国民党跟他说你不要打不要打不要吞不要吞，习近平就可以放台湾过吗？他什么时候吃得下你的时候，他就想吃得下你。那我们想准备一些力量，我们也就是备战才能止战。你手无寸铁，反而他要随时要吃下你，这个要上战场的。来，汉迪。但是我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这样子去，你可以准备，但你不用每天拿着一根针，然后去刺人家的眼睛。马英九时期有9·2共识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纷争，就因为民进党上台破坏9·2共识，挑衅两岸关系，甘当美国的棋子，一切根源就是如此。赖清德现在谎称义务役不用上战场，直接被国防部的报告打脸。不要忘记了，义务役当中有一半是要去海岸守备旅。那干嘛？贪案决胜负，滩头歼敌。讲白了，在第一线要当炮灰，要当肉垫的。所以，如果民进党还在告诉你不用上战场，那就是在唬烂，公然的在唬烂。而且实际上，一旦真的不幸发生战争，那国防报告书也告诉你啊，处处皆战场，城镇、巷弄、建物，通通都是遮蔽物，通通都是战争的发生地。真的打仗了，不当兵的都要上战场，更何况是当兵呢？你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嘛。当兵的不用打仗，那这当的是什么兵啊？你以为是炊事兵吗？整天只要在厨房炒菜吗？那当兵的不打仗，这当的是什么兵啊？难道当的是范冰冰还是雪花兵吗？所以民进党讲的话，你就当成笑话一看，那就可以了。苏慧，我过去从来不认为北京会打我们，每一次人家问我，我说没啦，怕他们冲啥哈。所以民进党说我们贩卖恐惧，错。我们在基层都是说不会啦，我们会尽量让两岸和平啦，没啦。结果是谁告诉我们会有战争的？是美国，是日本哈。这些智库一天到晚，这些甚至是现役将领、退役将领，告诉我们：哎呀，2023两岸很危险，2025两岸很危险，2027两岸最危险。是你们民进党倚重的美国跟日本告诉我们说，两岸可能有危险。谁会贩卖战争恐惧？我告诉你，谁会？军火商。因为只有军火商贩卖战争恐惧，他才有利可图。是谁欢迎那25个军火商组团来台湾访问？
然后民进党还大肆接待，所以到底是谁在贩卖战争恐惧？是你们民进党把今年台湾的选举推向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坦白说啦，我今天在查，到底我们的防空避难如果发生状况，我要去哪里防空避难？哇，结果我们内政部的网站，哇，密密麻麻，到处都是防空避难。我想说，怎么有那么多防空避难？原来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家的地下室。这样子就告诉我们说，发生战争、发生巷战，你们就躲在你们大楼的地下室。这些事情，民进党敢不敢跟大家说实话呢？刚刚许智杰委员解释一堆，赖清德的意思是什么？可是赖清德那时候可不是讲那么多，他只很简单的讲说，义务役不会上战场。你们如果要备战，你们就老老实实告诉大家，备战我们要怎么样，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时不时就要来全民演练一下，大家躲在自己家楼下的防空避难室1天半天，看民众受得了受不了。梅信，我想这个有没有前线后方，不是陈建仁说台湾这么小这个原因哦。陈建仁虽然是行政院院长，但是他对国防是门外汉。主要前线跟后方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从去年初前年底开始中共的军舰开始固定的巡弋我们东方的东部海域。那原来我们在各种演习的时候，我们的东部是我们的战力保存的地方，所以当有战事发生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机、我们的舰都要往东部去做战力保存。但是当中共定期固定的在我们的东部海域巡弋的时候，使得我们的后方也变成前线了。所以我们在汉光演习里面呢，东部也出现了许多的红色沙滩，也就是说会有对抗的这个状况下，甚至当时日本也出现了这个在与那国岛开始部署防空飞弹，那也是安倍那时候说出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要正当化他们一旦在那个地方军事行动上面的一个背后的理由哈。所以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前线跟后方这个是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没有？这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之后所带出来的两岸紧张所创造出来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会全岛的防卫作战，东部、西部，然后呢从北部、南部全岛都必须要防卫作战，这个是一个恶果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的一个事实。基本上这样了就是说，民进党执政的8年，两岸有没有更紧张嘛？有啊。这是一个事实。对啊，是事实。那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跟大家讲，我就是坚持要这样，我就是坚持跟北京对抗，所以呢。这个你们既然选了我，大家就共同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比较负责嘛。他不能说我造成这样的结果都是老共惹的，都是他。你看他飞机天天过来，船天天过来，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嘛？那所以我就告诉你说，我就是要争台湾的主权嘛。我就讲为了台湾的主权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跟他对抗我就是不承认9·2共识我就是不承认一中在这种情况下，他过来就过来嘛，我就准备，那我们就4个月变1年。我觉得这样我还佩服你，我政策就是这样嘛。然后选民在选举的时候决定嘛。那这种结果你又说不是我，那都是他，完全是他。老共有没有责任？当然有了。但是孰令自知嘛？你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马英九说为什么没有呢？那为什么现在有呢？那选民到底要怎么选择？我觉得这东西你等着看明了知道。老百姓你不是说你这样话术讲就能够老百姓心里面其实已经很清楚就是这样。那最后你看民进党为什么还有35%支持他？这人就是不怕我就是支持民进党我觉得也好你就是支持我就是支持民进党这种政策嘛。那其他人怕不是这样吗？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以前跟淑慧的想法一样，就是说，我也认为中国不会打我们那坦白讲，现在我也真的会有点担心，不是不担心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你看以跟哈。但是呢，是2019习近平开始变了。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在2019之前，在2012到2017，他那时候打贪打奢，他的当时在中国的风声风评真的很好。我们讲李克强死了，秦刚被抓了然后他的国防部、外交部很多大的都被抓了，然后他的那个商人大咖的被抓了，他的房地产碧桂园、恒大、许家印也被抓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可以理性点说，是习近平改变，不是我们台湾改变。习近平他改变成他要把中国经济往后走，政治往后走，他要在世界称霸，他吃不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是都不去怪习近平？我觉得最大的根本是习近平从以前刚开始当总书记到现在有
非常非常大幅的改变，才会造成现在世界这么讨厌习近平。好，记者再回来。